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白敬亭又进循环了，没想到在不眠日看到了近几年来最好的打戏。白敬亭又进入循环了。最近看了白敬亭、文咏珊主演的《不眠日》，同样是主角陷入循环。这部剧跟之前的开端还是有挺大的区别的。开端的故事围绕公交车爆炸案展开，虽然也不是无限循环，但整体来说试错的机会更多。不眠日的循环是锁定在5次，主角必须在第5次循环内找到问题的解法，否则第5次循环发生的事就会成为现实。这样的设定类似于金手指，给了主角更多的发挥空间，也增加了故事的紧迫感。一口气看到11集，刀姐觉得这是一部有优点也有缺点的剧集，整体来说瑕不掩瑜。先来说说不喜欢的几个点吧。首先是前5集的节奏比较慢，其实从内容的容量来说也不能算慢，毕竟第1集除了展现主角丁奇施展循环能力解决了一起银行劫案之外，还讲述了主角是如何获得了循环的能力，为什么会当上警察等一系列的前情铺垫。从第2集开始就切入了主线剧情乌贼案，也交代了丁奇与女主安兰的关系。在某次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为了逮捕匪徒，导致了安兰的母亲被匪徒的车撞伤。由于循环日是不可预测的，而那一天刚好不是循环日，所以安兰的母亲成了植物人。但是第2集到第5集给人的感觉依然是节奏缓慢的。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为了展现循环日的随机性，当丁奇开始保护莫远志时，有一大段风平浪静的日子，尽管在表现手法上已经尽量简短，但依然显得冗长。另一方面，观众知道乌贼案是主线剧情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循环日必然到来。当婚礼上发生爆炸，莫远志被杀，丁奇的队友们殉职的时候，其实是有点难带入丁奇的情绪的。虽然我们知道，于他而言，确实不知道那天是不是循环日。什么时候让我觉得这部剧渐入佳境呢？其实是第5集的后半段，丁奇从监控里查到了叶坤，争分夺秒地跑回车上，争取在下一个循环日到来之前锁定叶坤的身份，紧张感一下子就拉起来了。而在此之后，随着每次循环的变化增加，故事也就越来越精彩了。从这个角度说，不眠日其实有点低开高走，还真是那种撑过前5集就好看了的类型。当然，前5集不能说不好看，只是精彩度没那么足。其次是男女主的感情戏有点多余，2个人前期也没有什么 CP 感。这么说吧，刀姐是直到看第12集的预告，2人在火中一吻，才多多少少觉得有那么点情侣的味道。不过这部分内容好不好看，仁者见仁，就不赘述了。最尴尬的可能也是最劝退的是第1集的枪战部分。老实说，枪战拍得挺帅的，很有点英雄本色的感觉，但就是为了塑造男主的形象，显得有点浮夸。比如前1次循环，男主一个人就搞定了4个劫匪，但最后1次循环有特警的加持，双方交火还是各种人体描边，非得男主一个人拯救集体，有点没必要。尤其是男主捡起盾牌挡炸弹的镜头，真的有点脚趾扣的。好在后续的剧情里，这种过分个人英雄主义的戏码就少了很多。再来说说看点吧。作为一部悬疑剧，不眠日的悬疑部分还是做得挺好的。不管是开端还是不眠日里的第1个案子，给人的感觉是在循环中。虽然细节会有变化，但整体走向是一致的。主角作为有感知时间循环能力的人，基本上就等于开了挂。
可以提前做出部署，利用每一次循环的机会排除错误答案，并最终锁定凶手。但不眠日并不是主角单方面的开挂，而是在敌对阵营也安插了时间循环的感知者。这就意味着凶手不再是故事里的 NPC， 而是会运用与主角一样的能力与主角进行周旋。主角在明，敌人在暗，这也加大了主角破案的难度。而谁是那个能感知时间循环的人，也成为观众想要探知的秘密。刀姐盲猜一波，除了丁奇之外，莫远志和刘奕君扮演的蒋玉文都能进入循环。蒋大概率是乌贼，而他的动机是阻止莫的生物实验。或许时间循环也与这个实验有关。另一个亮眼的点在打戏上。刀姐是个武侠小说和影视剧的爱好者，但这些年已经很少能看见精彩的拳到肉的打戏了。很多武侠剧都是靠威亚把人吊起来飞来飞去，打架的时候就是各种慢动作、转圈圈或者空对空的施法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但不眠日的打戏却设计得很好看，尤其是第11集。丁奇跟叶坤的对打，紧张刺激，动作也漂亮，一招一式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导演甚至给了俯拍镜头，让观众看清楚他们是如何拆招的。看得出来，对这段打戏非常有信心。不知道别人怎么样，反正这段打戏给我看爽了。看花絮，不眠日特意请来了参与过《蜘蛛侠4》《惊天魔盗团3》等大制作的动作导演张鹏来进行动作设计，从结果呈现来说，没白景。另外，这部戏虽然架空了城市，但大致上可以理解为故事发生在大湾区，所以也请了不少港剧的老面孔，比如丁奇的上司段争的扮演者陈宝元，曾在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中扮演过徐福和地藏王马小虎。另一位上司的扮演者张国强就更不用说了，看过老版《天龙八部》的都知道这位是慕容复。剧中还会时不时的穿插一些粤语对白，有港剧内味儿了。同时，导演也请来了不少开端中的配角，对于看过开端的观众，大概可以算是一个小彩蛋吧。最后要私心夸一句，白敬亭在这个剧里的造型挺帅的。眉白举铁，头小肩宽腰细，特适合穿西服了。一句话总结，不眠日是一部还不错的悬疑剧，剧情和质感都挺好，看得出剧组的诚意，但愿不要烂尾。